A few moments later. 日日日日，剪了个新刘海，换了个浅色的马甲，就在这装13了。嘿嘿，我是小黑黑。今年秋天的科技区有点意思，一场接一场的发布会，它貌似就没停过。就像刚出炉的 iPhone 13，每年果子的传统异能，也是我们的固定项目，它当然不能少，对吧？那这个是我平常用来拍摄微单，这个是 iPhone 13 Pro Max。聪明的你们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哎，对了，那这一期我们就用13 Pro Max 来拍13 Pro Max， 同时给大家聊聊我在使用2周之后的用机体验 ，Starting now。刷刷。那我们先从硬件说起，手里的这台顶配 1TB iPhone 13 Pro Max 远峰蓝，我这里就不照本宣科的读 PPT 了，给大家说说我的感觉。设计和外观这里，远峰蓝跟12 Pro Max 的海洋蓝比起来浅了不少，更像天蓝色哈。两个颜色比起来，我更喜欢大海的颜色，海洋蓝，大海的颜色。我前面说到了，虽然这代叫 iPhone 13，实质为牙膏版 12S， 至少外观上是这样的，和我手里的12 Pro Max 相比较，没有任何实质区别，好吧？期待 iPhone 外观上大改的你们，估计会有点失望。这个留给明年的真 iPhone 13吧。首先来到正面，我们先看看屏幕。第一感觉，哇塞 ，iPhone 13它终于换发型了。这个重新设计的前置原生感摄像头模块和置顶的麦克风，是本次 iPhone 13刘海变窄的主要原因。优势很明显，屏幕可用面积变大了，这很棒。但是苹果却没有好好利用这个增大的区域，让我觉得这个升级很鸡肋。明明可以加上电量百分比这个很实用的功能，但果子偏不，显示的完全和12 Pro Max 一模一样。你说上一代空间不够我懂，那这次的理由是什么？我就留给大家来分析了。虽然这次的 Face ID 终于可以戴着口罩解锁了，但是依然不能像 iPad 那样横屏解锁。为什么？这很难吗？都1202年了，可以一步到位的东西都不做好，苹果还拿这个当成个卖点，我真感觉我是个韭菜，好吧。再来 Promotion 苹果版本的自适应高刷屏，香不香？当然香，但很多是细微的感官差别，比如系统的动效会更流畅一些，需要慢放4倍来察觉到对比的伤害。感官区别最大的地方就是网页浏览这里了，上下滚动网页更加顺畅丝滑，对比12 Pro Max 可以明显看见60赫兹屏时不时的卡顿和迟滞。而且 Promotion 会根据你的手指移动动态调整刷新率，让我们在触控操作时感受到行云流水般的畅快，怎一个爽字了得。另外，在阅读全屏文字或看视频时，这块面板可以根据内容智能降低屏幕刷新率，最低到10赫兹，聪明又省电，是不是完美？那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首先，看视频时会时不时出现肉眼可见的卡顿情况，感觉视频被慢放了一样。我认为屏幕和视频软件的适配还需加强。另外，现在支持 Promotion 高刷的，除了苹果系统和原生软件，就只有很小一部分的第三方软件了。绝大部分软件和游戏目前并没有支持13 Pro 的高刷屏，需要软件开发者在之后发布优化更新来适配这块高刷屏。另外，如果你还不知道，只有 Pro 系列支持高刷，13和 Mini 等明年吧。来到内部，我们肯定要说说今年的 A15 了，硬件参数啥的我就跳过，我们的重点放在相比较 A14而言 ，A15 的提升在哪里？首先，我可以告诉你 ，A15 的硬件架构和 A14基本保持一致，使用了同样的5纳米制程。绝对的性能提升来自于2枚大核和4枚小核的升频，单核的性能提升在8%，多核在15%左右。单核性能与之前的 M1 保持一致，提升幅度对比往年的 A 系列算是很一般的。今年主要提升在图形处理能力，也就是 GPU 上。13系列上的 A15和 A14相比，图形能力增强了20%至30%左右，对比安卓阵营就至少50%了。哎，你可能好奇了，这里为什么有20%到30%的区间呢？好问题，这就要感谢库克的磨刀霍霍了。同样是 A15，这次只有13 Pro 上是 A15 的满血版，6核 CPU 加5核 GPU。13和 Mini 呢没降频，但是少了个 GPU 核。iPad Mini 的 A15 核没少，却被降频了。你说这牙膏级的厉害，刀法也不错，我是羡慕嫉妒恨了。玩笑归玩笑，这次的 A15 还是有很多全新的设计是在幕后我们不太能察觉到的，比如为了适配高刷的全新屏幕引擎、新的视频解码器，还有图像信号处理器等等等等，我们就不赘述了。
来到背面，同样是3摄，和12 Pro Max 相比，今年的进步又在哪儿？别搞错 ，iPhone 的拍照水平在业界数一数二，但是如果你手持去年的12 Pro 或者 Max， 那我很遗憾的告诉你，今年又是往前挪小碎步的一年。首先，据苹果说，3摄的感光元件和镜头都是全新的。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不好意思，我看不出什么变化。像素方面，7年前6S 上就用起来的1200万像素，到现在13了，还是1200万像素。我不奢望弄到隔壁夸张的1亿多，但提升一点有这么困难吗？我感觉这个像素苹果可以用10年，不信我们打个赌，3年之后再看。硬件上的前进在哪儿呢？首先，其中的广角和超广角镜头采用了更大的光圈，采光能力翻倍，带来更好的夜拍能力。其次，全新的77毫米长焦镜头带来了3倍光学变焦，比12 Pro 整整多了0.5倍。你要知道，12 Pro Max 跟之前11 Pro 相比，也整整多了0.5倍。哇塞，我发自内心想赞美一下苹果大法。你要知道，这种进步已经赶上华为、小米19年的水平。华为、小米，你们要加紧哦。最后，全新的超广角镜头带来了比较实用的微距模式，可以拍摄最近2厘米的小物件。实用方法也很简单，靠近想拍微距的小物件，等算法自动识别就好啦。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片的气场有没有？不过此功能同样仅限于 Pro 级，对不起13和 mini 的朋友们了。至于这次的视频拍摄，同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升，增加了电影效果模式和 ProRes 无损视频格式。对于这种不痛不痒的升级，我倒是更关心12 Pro Max 上光学鬼影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所以特意买了数字队的山顶票来测试。好家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去年的光学鬼影不但没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了，今年变鬼影重重了。和硬件的小缝小补比起来，讲真，今年相机主要是软件和 AI 方面的优化提升。我说的不算，我们可以看一下苹果自己的门面，超长篇幅的重点都放在哪里，想必大家就明白了吧。跟前面差强人意的操作比起来，我想跟大家说说13 Pro Max 上最令我满意的升级，那就是电池了。我的天！这次的续航着实惊人，跟12 Pro Max 相比，13 Pro Max 电池容量增加了将近20%，太不容易了。不单容量增加了，更节能的自适应高刷屏配合 A15 的效率提升，再加上苹果知名的电池管理系统，这个就 bug 了。我特意做了个测试，充满电5G 从智能调到全开，连上5G Ultra Capacity。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北美这里最快的5G 高频毫米波，下行速度可以超过惊人的700兆每秒，甚至比我们家1000兆级 WiFi 都快。仅仅5天，这 iPhone 已经跑了500多个 G 的流量了。所以 iPhone 13和无线流量一起使用更加哦。速度固然香，但也是续航最大的敌人。我们的测试继续开上 4K UHD 视频，同时各种骚操作，下网啊、扔微信啊，视频不能停。13 Pro Max 频量坚持点幕了将近17个小时，才给我发出20%的低电量预警，跟12 Pro Max 比，将近多了1倍的使用时长。这才是真男人，太持久了。这意味着病入膏肓的重度用户1天只需1充，绝大多数用户可以1天半甚至2天1充。有能让这台13 Pro Max 1天2充的人才，请你收下我的膝盖好吧。而且不仅是 Pro Max， 13 mini 上的续航也有小幅提升，只是没有13 Pro Max 这么的夸张了。所以续航在我看来才是本次 iPhone 13上令我虎躯一震的升级，好吧？当然也是有副作用的了。iPhone 的体重它又增加了，江湖封号爱半斤，并不是浪得虚名。还好体型只是厚度变宽了一丢丢，完全能在接受范围之内。那对明年的 iPhone 14，我有个愿望，电池容量再多挤点，可以吗？最后我们聊聊 iOS 15，我觉得大家都懂，硬件虽好，但没有旗鼓相当的软件支持，一样是白搭。在我看来，这次的系统更迭跟 iPhone 13的硬件一致，没有一鸣惊人的爆点，多数是中小级别的缝缝补补，带来全方位的 iOS 使用体验优化。你要是问我，这次 iOS 更新最实用的提升是什么？好问题，当然是15自带的 Safari 浏览器了。重新设计的 Safari 界面，大家应该一眼就能看到地址和搜索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跟大家一样，刚开始会有点不习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这其中可大有乾坤。首先，这个地址栏离我们的拇指更近了，想输入新的地址，它触手可及，是不是再也不用大拇指横跨屏幕两岸了？当然，神奇的地方不止于此。这次的地址栏为了和我们的拇指套个近乎，还带来了全新的手势操作。在地址栏上左右轻扫即可在标签页间切换，向上轻扫则可查看所有打开的标签页。点击标签页的右侧或是左滑就可以打开新的标签页。这么丝滑的操作，你再也不用去右下角找那个小框框了。听我说，试一下，你会爱上这个新的 Safari。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手势操作这种科技时代的产物，没关系，点击任意标签页左边的大小 A， 然后大拇指纵身一跃，你就可以梦回 iOS 14了。其次，早该有的相机实况版本也终于登陆 iOS 15了，你再也不用狼狈的来回切换照片和打字了，对个焦，点击右下角就可以选取图片中的文字进行识别，但这个正确率吧，还是需要优化的。对于不同的语种，还可以即时翻译，算是非常贴心和实用了。Find My 也在 iOS 15下学会了新的技能，加入了类似 AirTag 的全新 AirPods Pro 精确追踪，贴心的分离感应提醒会让你及时发现小白的失踪，减少不必要的钱包损耗。不过因为缺少 U1 超宽屏芯片，却靠蓝牙网络，精度上还是有些误差的，但也是非常实用的功能了。坏消息是，因为老库又要修刀法，所以这功能砍掉了 AirPods 和 Beats， 目前只支持高端的 AirPods Pro 和 Max， 是不是有点气人？另外，重新设计的锁屏通知栏相比于旧版加入了联系人的照片和更大的图标，视觉上是更养眼了。但是看看我越狱的12 Pro Max 上这个自定义的通知栏，它难道不比 iOS 15的香吗？当然了 ，iOS 15还有很多的新功能，大到新的 FaceTime Share Play 同播共享功能，全新设计的地图和天气，你看这个新的雨天动效是不是还挺酷的？新的专注模式，我个人认为就是加强版的 Do Not Disturb 免扰模式。小到隐私和安全性的提升，譬如 iCloud 加的隐藏邮件地址等等等等，我们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罗列了，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和挖掘。对了，目前我遇到2个 bug。第一，微信消息经常会没有提示，打开微信发现已经有好几条新消息了，但却没有一条消息提醒，很是奇怪。第二 ，Face ID 解锁开启屏幕的瞬间会有卡顿，在听 Apple Music 的时候尤其明显，音乐会突然抽风一下。有同样情况的小伙伴们弹个1呗。经过了7天的出测，我陷入了沉思。iPhone 13 Pro Max 它是台好手机吗？当然，这是苹果目前最好的手机，最快的 A15，最新的 Promotion 屏，最强的 iPhone 续航，你不能否定它的强。那我会推荐你升级吗？如果你手持12 Pro Max， 而且不是钱多的没地方花，那升级能带给你的使用提升性价比有些低，更别提13和 mini 了。但如果你还用着 X、XS 或者更早的机型，我认为多代的升级会让你觉得这次的 iPhone 13物有所值。虽然今年的 iPhone 它又变强了，但不得不说，苹果近几年带给我的惊喜却越来越少了。反而让我觉得更多时候是喊着惊天动地的口号，实则起着令人发指的牙膏。3摄升个像素很难吗？内存上个8G 很难吗？接口换个 USB-C 很难吗？不过抱怨归抱怨，又能怎样呢？我是一颗被苹果生态套住的韭菜，动弹不得。虽然我不推荐，但我相信屏幕前很多的你，虽然吐着槽，但冲的比谁都快，所以你们开心就好。最后，苹果我跟你说，明年你要是再不上 USB-C， 我劝你适可而止，差不多就行了啊！我是小黑，如果你喜欢视频，别忘记一键3连加个关注哦。更多黑系列精彩原创，我在这里和你不见不散。那我们下期再见。